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《魂斗罗精神》。这款游戏是一个逆移植的作品，原作是来自于超任平台1992年的《魂斗罗：异形战争》。我估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经常玩红白机的小伙伴都会了解，国内有一批地商经常做这种逆移植，无论是魂斗罗系列，甚至是勇者斗恶龙、最终幻想等等，都移植到了红白机的平台。当然了，内容上会有所缩水。本作是95年移植的，具体是哪个厂商移植的，我也不大清楚。不过它比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的魂斗罗超级魂在素质上要好一些。和原版相比，删除了2个俯视视角的关卡。第2关和第5关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，这样第5关的后半段我可能会给大家加速处理。人物拿枪的姿势和原版的魂斗罗感觉略有区别，身体有一点前倾。我自己练习通关了一遍之后发现，游戏当中删除了很多的元素，包括了敌方的普通单位、BOSS 级的敌人、部分场景，甚至是一些武器。我现在使用的就是经典的散弹，这个散弹只有3项，除此之外还可以捡到激光。除了默认的武器之外，只有这2种武器了。按照泛用性的原则来说，还是 S 弹更加好用。可能是考虑到红白机的机能，所以 S 弹没有做5项。我在玩的时候开了一下无限制活动块以及超频，所以活动块的效果还可以，看起来没什么闪烁。另外整个流程也算流畅。现在是第1关城市街道，这里要打的就是第1关的 BOSS。 这个 BOSS 是奴隶兽塔卡。 BOSS 的攻击方式也有删减，在本作里边他只能把乌龟的头伸出来顶你，耐久度也不高。关卡中间还放了2个小 BOSS， 就是防御墙。防御墙这个 BOSS 玩过魂斗罗初代的都比较了解了。这里是第2关工厂区域，给大家演示一个 bug， 这算是一个良性 bug 了。咱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走过来，躲掉敌方的很多攻击。本关的开场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，我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被没收了。每次过关都会这样，咱们的武器都会重置的。现在打的这个小 BOSS 叫做机械步行者，这个 BOSS 很有个性，因为它可以3段变身。也就是说本关咱们要打它3次，一共3个形态。开场的时候它的弱点在下方，很难打到，虽然在侧面咱们可以非常安逸的慢慢的蹭，但我还是建议直接到下面去，从下面往上射就可以了。这种攻击方式比较主动，危险性也很高。屏幕的下方有火箭弹，需要打碎或者是躲避。这里面对的就是刚才这个 BOSS 的2形态，一会儿它还有3形态。从这个 BOSS 的阶段开始到本关结束的这一段，咱们在第5关会从头再打一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感觉就是移植的时候
删减了超人平台的2个关卡，导致了游戏的长度显得不足，所以把流程较长的第2关又做了一遍。删除另外2个关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因为是2个俯视视角的关卡，而且超人平台的魂斗罗为了展示超人游戏机的卷轴旋转功能，在关卡当中加入了大量需要旋转屏幕才能调整好的视角，而且制作组把旋转视角的主动权交给了玩家。也就是说，你一边要转圈，一边要射击，一边还要找路。这个设定造成了当时很多小伙伴的胃部不适。红白机想要实现那个关卡也比较困难，所以就删减掉了。这里打的是本关的第2个小 BOSS， 这个家伙叫做浮游鸟巢。需要注意到的是，不能碰到它，碰到它是会挂的，它是有碰撞伤害的。这个很迷啊，它是一个飞行器，咱们可以认为它是在非常远的距离和主人公作战，结果呢，竟然还有碰撞判定。我捡到了一个炸弹，炸弹的作用是全屏的攻击。我估计玩过世界 MD 平台魂斗罗铁血兵团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这个炸弹的作用，但是本作里边我是不太经常放的，它在一些 BOSS 战的时候有奇效。毕竟游戏的机制经过了平台的跨越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所以很多 BOSS 使用炸弹来处理显得比较容易。这里打的是兄弟机器人肯尼1号，有小伙伴会说那肯定有2号啊。在超人平台的原版，这里打的是2个机器人，兄弟2人都会出场。但红白机的版本这里只打来了1个，咱们可以认为另外1个是在第5关同样的位置。之后就要面对本作最有压迫性的一个 BOSS 了，这个 BOSS 叫做大法兹。他的子弹扫射过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就放炸弹了，这样扫射的过程有一小段会被跳跃过去，增加咱们安全输出的时间。打完了之后，我们把他的头夹掉了。第2关的 BOSS 保留的还算比较完全，咱们一共打了4个 BOSS， 其中第1个 BOSS 有3个形态，等于打了6个。第3关空中战斗，原版的话至少还要打一个火箭忍者佐佐木，但是本作里边就没有。这个地方要小心卷轴的移动速度和位置，有些情况下它会卡住，有些时候还会反复的移动。上面的这种小兵我是没打爆过，而且炸弹我也舍不得用。问题就是每关之后他把我的武器没收了呀，而且本关也没给我武器的补充。其实只要给一个 S 弹就可以了。但是本关直到打完 BOSS 他也没给你。
所以只能使用默认的子弹来打全程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钻过去一次的。下车了，之前踩在脚下的摩托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呀，没有交代。这个地方有点玄幻的意思了，大家注意啊！主人公的手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抓住火箭好吗？有点自欺欺人了呀。可能他自己没有发现，所以还能够在上面吊着。如果自己发现的话，可能就掉下来。刚才的直升机大小可能也有问题，我感觉几个人是塞不进去的呀，驾驶室也太小了。这个地方的难度比原版要低，至少每个火箭的间距还算合理。本关的 BOSS 对魂斗罗战舰多德里格斯，需要打他上下的2个制造屏障的位置，然后再打他的弱点。这个 BOSS 比原版就弱多了呀，他没有攻击手段，只能被动的挨打。等于咱们把它2侧的保护扒光之后，就可以朝中间射了呀。BOSS 爆炸还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时间咱们不要掉下去。3个炸弹我都留下来，1个也没用。早知道我就试一试，能不能把之前在天上飞的小兵打下来了。估计打了也没什么用。好，这里加了一个俯视视角的关卡。本关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，不过这个高速公路已经被损毁了。原版的话，在这个关卡咱们就可以旋转视角，但这样的移植版本也不能指望它保留这个功能。并且本关是没有 BOSS 的，咱们的目标是来到屏幕的右上角，右上角有一个炮台守着，打爆了就可以。地面绿色的是地雷，只要贴边的话，它就炸不到咱们的。这种普通的炮台还会转向。估计快要到位置了。右上角的这个炮台前面有2个地雷守着，所以比较难处理。比较好过的方式就是咱们离得远一点，卡一个视角。好，大概就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了。过关。俯视视角的流程很短，这里就是第5关。我之前说过的，它非常像第2关，不能说非常像了，95%就是啊。同样的，这个地方的 bug 还在，不过下面的地形略有区别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只能跳上来。第2关是可以直接走过来的，走到悬崖这个位置再跳上来。跳坑的这个地方难度比第2关要高，所以这里又给大家过一下，几乎就是一个极限跳，2个坑都是。前面又会出敌方的异形飞虫，这种飞虫碰到是不会挂的，它是把你抓起来。在本作里边，它把你抓起来之后，你不要着急打它呀，打它的话自己就掉下去了。这里捡到了散弹，所以后面给大家加速了。又是6个 BOSS， 包括了机械步行者的1、2、3形态，浮游鸟巢、兄弟机器人肯尼、
这里打的应该是肯尼2号，然后还有大法兹。流程的重复度太高了呀！其实不加入这样的关卡，本作通关一次大概也要17、8分钟。所以说，我觉得5关就5关吧。一个做盗版移植的，竟然还这么要面子，等等。第5关可以叫做工厂区域2。第6关就是异形的巢穴了。首先面对一个老熟人，这就是阴兽，这是魂斗罗2代的首关 BOSS。在这里感觉他的个头变小了好多呀。这个版本最后一关的 BOSS 是4个，很遗憾没能够打到天王鬼龙神，还有天王创魔心。阴兽的攻击方式只有跳跃，还有冲撞。冲撞的时候真的做出了和屏幕边缘碰撞的感觉，这一点不大容易。我希望能够快点拿到火力。往上走的话，会遇到本关第2个 BOSS 金属异形。这个 BOSS 其实在街机平台的超级魂斗罗里边就登场了，但很多小伙伴接触魂斗罗的前2作都是红白机的2作，这个 BOSS 当时没能够保留。我现在由于没有火力，所以打它还是比较难的，主要是射击的角度不好掌握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多使用炸弹了，反正炸弹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如果给一个跟踪的子弹就好办了呀。打完了，前面会得到火力的补充。我的炸弹应该是放光了，激光也给大家演示了一枪。这个 BOSS 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？天王鬼，难度不高，不要贪枪。躲避的时候注意节奏就可以了。在左边也可以，在右边也可以，就是不能站在中间啊。后面就是本关的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削的比较厉害，原版的话它会多段变身，最后还有一个完全体，但是在本作里边只有一个形态。我刚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虽然 BOSS 打爆了，但是他发出来的攻击方式你还是要躲。这就是本作的最终 BOSS 了，然后生命体萨尔，他刚才身体周围召唤出来的那些东西，一定要钢枪把它全部打碎，不然非常危险。打爆之后就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魂斗罗精神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